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开播29小时，热度破万；白鹿新剧凭什么这么能打？很多年没有出现这么猛的仙侠剧了，那就是白鹿的新剧《长月烬明》，开播仅29小时。在网络端的站内热度就破了万，而这都不算什么，关键是观众们对于这部剧的讨论热度是一天比一天高，好多观众都被剧情给虐哭了。那么这部《长月烬明》凭什么这么猛？凭什么能成为2023年最炸的一部仙侠剧呢？其实确实是这部剧的质量够高的。一、剧情人设有看点。作为一部仙侠剧，绕不开的一个设定就是三生三世的宿命纠葛，而这部《长月烬明》虽然还有这种设定，但是确实在这种设定之上玩出了花来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确实是这部《长月烬明》开局设定脑洞就足够大。开局魔神灭仙，在关键时刻，众仙人合力把仙子黎苏苏送到了500年前。希望黎苏苏能在魔神未成为魔神之前，斩断他的邪骨，拯救苍生。按照正常剧情，穿越到500年前，黎苏苏发现魔神一刀斩了，事情就了。可是谁能想到，黎苏苏来到500年前以后，他猛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，那就是500年的小魔神确实有够惨的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谁都欺负他。最关键的是，欺负小魔神最凶，让小魔神心中怨念最深的，居然就是他穿越过来的身份——叶家二小姐。也就是说，回到500年前以后，人设突然对调了，仙子成了恶女，小魔神成了小可怜。面对这种局面，黎苏苏不仅仅下不了手，甚至还试图用温暖和善良去改变小魔神，妄图阻止小魔神走上魔神之路。而在这一路上，一个温暖善良，一个渴望关心和爱护的人，暗生情愫，最后走到了一起。可以说，这种剧情设定，这种人物设定，确实有够纠葛的。当然，更纠葛的还是最后黎苏苏用仙髓换邪骨，逆转魔神宿命这条线，真的太虐心了。这也是这部《长月烬明》最扎心的一幕。二、演员演技够炸裂。除开剧情设定够高能以外，这部剧最大的看点还是在白鹿这个女演员身上。不得不说，她的古装扮相真的是一绝，特别是她的披肩绿袄造型，真的是太迷人了。但是白鹿这个女演员呢，最让人着迷的还不是在颜值上，她最让人着迷的还是演技。看过她的综艺节目《跑男》，再来看她在这部剧中的表现，真的觉得白鹿的演技就是透着一个词够真实，不开口的时候妥妥的一个小仙女，一张口就是一个搞笑女。特别是这么一场戏让我咂舌，那就是她怀疑魔神身上藏了东西，就故意检查魔神的身体。魔神忍不住对了她一句：“要不然我脱掉衣服，你来检查。”白鹿饰演的叶家小姐是怎么回答的？她直接回道：“一日夫妻百日安，又不是没有见过，你脱吧，我又不吃亏。”这句话要是别的女演员来演绎，我肯定会觉得特别奇怪，特别诡异。可是从白鹿嘴里说出来，我就只觉得真实，只觉得有趣。这就是白鹿人设的魅力，也是她演技的魅力。而这种人设，这种演技，确实给这部《长月烬明》增加了一些欢乐的色彩。当然，除了白鹿以外，剧中的女2号陈都灵也同样出彩。她的风格就和白鹿完全不是一个路线了。白鹿走的是真实、接地气的仙子风格，那陈都灵走的就是端庄、典雅风格。两人的风格大不相同，但是都各有各的魅力。可以说，这部剧有这2位顶级美人，确实成了一大半。3、特效能打。仙侠剧还得看特效质量。
而从开篇中魔神灭仙的几个镜头里，就能够看出这部剧在特效上还是砸钱了。特别是魔神最后使出魔神灭神母的时候，那个镜头简直不要太好看。当然，除了特效以外，这部剧中的服化道具也太漂亮了吧！特别是白鹿、陈都灵身上的服装真的够惊艳的。比如白鹿最上镜的这套绿色大貂，真的让白鹿有一种迷倒众生的美啊。而陈都灵的古装扮相呢，也是每一出场就惊呆观众。美人美乙在这部剧中真的被诠释得淋漓尽致，从剧情人设到演员演技，再到特效服化，这部长月烬明都做得相当不错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开播就能爆红的原因吧，确实值得一看。